现在可是21年，你知道房子有多难买吗？我们早上6点就来了，排了3天的队，你说不买就不买了。我决定先不买房了，我要买黄金。你说什么？婶儿活了50多年了，没见过谁家靠买金子发财的。你爸妈攒那点钱容易吗？150万血汗钱，你就这么扔水里？婶儿，正因为是血汗钱，所以不能乱花。买房叫乱花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你问问在座的，谁家买房叫乱花？房子1天1个价，现在买了就能挣钱。你这不买房，买黄金才叫乱花呢。黄金？这年头谁还买黄金啊？你以为是10年前大妈抢金条呢？没法烧啊！你大学白念了，金价都10年不涨了，你不知道？陈默，老婆，信我的，接下来金价一定会涨，房价一定会跌的。好，我信你。房子买好了，房子没买，没买，排了3天队没买。陈默说他要买成黄金。你说什么？默默，那是咱们3代人的钱啊！正因为是3代人攒出来的钱，所以更不能乱花。那个楼盘旁边就是化工厂，配套学校5年没动工，90平的房子公摊15平，套内就75，就这1平敢卖16000多，这房子谁买谁占岗。黄金不一样，300块一克是10年低点。你给我出来！150万，全买成黄金，这事儿村里都传遍了。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妈，你听我说。闭嘴！你没资格叫我妈。你跟我闺女结婚2年了，房子呢？车子呢？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这沙发比你爹年数都大吧？亲家母，你们老陈家3代人就攒了150万，全让这败家子扔水里了，听个话都没有。妈，你够了！你让开，我不让。我没想到他会护着我。是不是傻？你嫁给他图什么？图他买金子？图他让你住这破房子？妈，我跟了他2年，这2年他没让我饿过1顿，没让我动过1天。他每个月工资除了吃饭全交给我。他今天做的这个决定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但我嫁给他那天就认了，他往哪儿走我就往哪儿跟。他摔了我扶，他赔光了我跟他一起还。好得很，你护着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给你什么好日子过。过不下去了，别回来找我哭。陈先生，我再跟您确认一遍，151万全部买黄金。全部。当前金价每克302块，折合下来正好5000克实金。陈先生，作为银行理财经理，我必须正式提醒你，黄金这玩意儿不产生利息，不分红，不能住，不能吃，放在家里就是一坨金属。陈先生，您听我一句劝，房价现在涨得正猛，炒房的都发财了，您非买黄金，还把150万砸进去，这不是投资，是赌博。说完了，那我签字了，不用验了。说实在的，我没想过他会支持我。陈默，我嫁给你那天，我妈也这样闹过。她说你穷，说你家拿不出彩礼，说嫁给你没好日子过。我当时跟她说了一句话，我说妈，我认了。所以今天你买金子也好，买石头也好，你要是赔光了，咱俩就一起从头再来。我们有手有脚，饿不死。房产证下来了，我2套，我3套，5套。全县最好最贵的房子，御景豪庭5套，全是我的。哎呦，陈默，过来，给你看个好东西，看到没？5本御景豪庭，我买了2套，贷款我3套，首付把家里老底全掏了，值。兄弟，你那10斤金子呢？1个月了，涨了吗？陈默啊，哥们儿劝你一句，你好歹也是念过大学的。怎么跟10年前抢金子那帮大妈一个德行？那帮大妈当年300多抢的金条，耗了整整10年，10年，你知道10年房价涨了多少吗？翻了10倍，买到手就能挣钱。你呢，10斤铁疙瘩放在家里还得防贼偷，你说你是不是脑子涨了？大涨啊！什么涨了？房价涨了，金价涨了，大涨！金价350了，这个月天天涨，月底这波涨得最凶，加起来1克涨了快50了。50块，那10斤金子5000克，赚了25万。天爷呀，1个月就挣了25万，咱种1年地也挣不了这么多啊！涨了，房价也涨了。售楼处刚说的，下个月御景豪园能涨到18000，咱们买了的
到时候都大赚了，18000，听见没有？我5套房子，1套90平，下个月净赚100多万。文墨赚25万，大富哥赚100万，金价涨了有啥用？就是，房价涨得比金价快多了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白忙活，听到没？1平18000，你那金子赚25万，我房子赚100万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大学白念了。不行，金子赚了25万，可下个月房价18000，我们还是买不起。我知道，我不是怪你，我就是不知道咋办了。金子涨了我高兴，房价涨了我又怕，心里头天天翻来覆去的。让开！金子赚25万有啥用？房价一蹦高，你这点钱又不够看了。你真是瞎了眼了！跟这种男人没好日子过。我把这话放在前头，你就等着吃一辈子苦吧！一辈子都住在这破房子里，翻不了身。380了，陈默，一克涨了80块，10斤金子5000克，赚了40万了。我知道。我妈又打电话了，她说你金子赚了40万，全村都传遍了，连镇上信用社的人都知道了。她说你现在卖能付个更大的首付，贷款也好批。要不不行，现在的房价还远没有到顶。不过我已经有计划了。有机农场计划？你要用金子的钱去种地？卖2个拿38万，剩下的金子存银行，够了。可是咱们好不容易能从村里出去了，你又要回来，种地不赚钱，现在村里都没人种地了。村里人都想往城里跑。可城里人最缺的好东西，就在咱这儿的土地里头。有机农场现在还没多少人知道，可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吃的健康，以后一定会是个风口。我妈知道了得气疯，她才刚怕你金子赚了钱。我知道。行，既然你都想好了，那这农场我跟你一起干。你给我指方向，我给你打下手，你往哪走我就往哪跟。陈先生，我再问一遍。卖2根金条1000克，按现价382，拿38万2000块，剩下4000克寄存在银行。对，金价越涨越高，放家里不保险。剩下的金子我给你存上。金价越来越高，放家里的确不安全。80亩地我包了，机器买了，工人雇了。这是包了地了？我的天，这么大一块地得多少钱呢？陈默，你疯了！卖金子包地，这拖拉机、这些铁架子加上工钱，得花多少钱？30、40万。村里人都往城里跑，你倒好，往泥里钻。金子赚了40万，全砸地里头。废物就是废物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。拿去，买你1筐菜，不用找了。接下来就按我说的施工。好嘞，俺们好好干，争取在个月底把这活干完。爸妈，你们咋来了？村里人打电话说你把金子卖了，在山脚下包了80亩地。我跟你妈不信，坐最早一班车来的。花了多少钱？卖了2根金条，38万，全花了，包地、拖拉机设备、工钱、肥料一分没剩。38万全花了，一分没剩。我跟你爸高兴的一夜没睡着，坐在床上算账，翻来覆去的算，想着总算熬出头了，想着能给你凑个首付了。你倒好，一下子全砸地里了。这要是赔了可咋办啊？妈，金子赚钱只是第一步，你们给我1年时间，1年后要是赔了，我去打工还债。别人都去城里买房，你非要买黄金，村里都没人种地了，你又要做有机农场，你认准了？认准了。行，我跟你妈留下来帮你干。他爸，别说了，儿子把38万都砸进去了，咱当爹妈的总不能站旁边看着。走，能干多少干多少。老陈2口子也下地了，全家都回来种地了。金子赚了40万，不买房回来种地，这家人咋想的？可不是，我早就说了，陈默这孩子读书读傻了。你们看，要有个不孝的儿子，爹妈都得被拖下水。全家总动员啊！
陈叔陈婶也下地了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不容易啊。陈默，你说你金子赚了40万，老老实实付个首付买套房多好，非要回来种地，你看看把你大妈都连累了。60岁的人了，还得跟着你在地里刨食儿。说完了？没说完。我今天来呢，一方面是想告诉你，据说城里房价马上又涨了。另外嘛，趁着我今天心情好，再照顾照顾你生意。上回给了100，这次50，再买一筐菜，够意思了吗？他隔三差五来一回，你就让他这么欺负？账我记下了，再过1个月，这钱他得跪着追着我要。回来了，妈，你咋来了？我听说你公公婆婆也下地了，全家都回来种地了，真是有出息。那个陈默，我今天是来跟你说个事儿的。你金子不是没卖完吗？现在金价又涨了，值不少钱吧？你弟弟林浩想开个店，差点本钱，你先借我们20万，等他赚了钱就还你。姐夫，我看好了，县城的步行街开个手机店稳赚，就差20万。你那金子存在银行也是存着，不如卖了，借我周转周转。林浩，你上次说开奶茶店借了妈5万，店呢？那不是位置没选好吗？这回手机店肯定行。你连个工作都没有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开什么店？陈默那金子是他的血汗钱，不能动。什么叫他的血汗钱？那金子不是涨价涨出来的？他干啥了？坐家里看着金价往上涨，那叫血汗？林婉，你嫁出去才2年，够不着就往外拐了。你弟弟开店你都不帮？妈，不是不帮，是我们现在自己都顾不上，弟弟天天往里投钱，一筐菜还没卖出去呢。那是你们自找的。金子赚了钱不买房，跑去种地，现在知道顾不上了，活该。林浩，走，你姐现在是有男人没娘家了，以后活不起了，别回来求我们。别想，我不是想他们，我是想，当初我要是没嫁给你，你是不是就没这么大压力？没有当初，你嫁了我就护着你一辈子。菜已经涨起来了，我说数据，你记。大富，脸色咋这么差？没睡好？没事儿。你这菜什么时候能卖？快了。能卖多少钱？还不知道。我知道逾期了，不就1个月5万块钱吗？再宽限几天。我说了再宽限几天。没事儿，银行催款正常程序。我那5套房子下个月一涨，随便卖1、2套就能全还上了。他咋了？银行催他还钱。他不是说房价要涨吗？涨没涨，银行不管。月供到期了就得还整整30年。地里的菜到了收割的时候，第1道难关才算真的来了。还是没人接。打了7、8家了，都说不收。为啥不收？你上周给那么多商超都送了样品，咱这菜多好啊！人家有固定的供应商，咱没认证，人家不敢收。咋办？这么多菜卖不出去就得烂地里。喂，请问是陈默的家属吗？我是惠民生鲜的采购，我姓王。你好，你好。上回你们放在我们超市门口的那筐样品菜，我拿回去吃了。生菜我生吃的，洗都没洗，甜脆有菜味儿。我很久没吃到这么有菜味儿的生菜了，我想去你们地里看看，方便吗？方便，随时。明天上午我带人过来，要是地里的菜跟样品一样，我跟你签长期合同。他说签合同，机会终于来了。陈先生，直接看地吧。测一下。土壤酸碱度6.8，有机质含量3.2%，达标。80亩，全是有机种植。全是有机，不打农药，不施化肥，可以随时检测。合同我带来了。先签1年，共全市38家门店，价格按有机标准走，比普通菜高3倍。但有一个条件，每周抽检，1次不合格，合同终止。你看看，行就签。
签了，合作愉快。第一车菜明天来拉，准时送到。别哭了，明天还要装车呢。我这不是哭，我是为我们高兴。还真让他卖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多少钱。1、2、3。明天还这个点来。多少钱？第一车20万。多少？20万，一车。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没出事儿，一车菜卖了20万。咋了？大富，陈默那车菜卖了20万啊！20万也没多少，马上房价就能涨了。我可是整整5套，到时候比他有钱多了。陈默那菜又拉走一车，我数了，这个月光货车就来了7、8趟，一趟20万，8趟多少？100多万，一个月100多万啊！这个月净利润120多万，120万，多少？这个月净利润120多万，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下个月还会多，王姐说再给咱家10家公用门店。咋了？没咋，我就是想起来当初你跟爸妈说给你1年时间，那时候我心里真没底，每天晚上睡不着，怕你赔了，怕咱俩真的得去打工还债。现在好了，不用去打工了。还没完呢，这才刚开始。默默，你接下来想干啥？我打算把村里别人不要的地全。东边那片地300亩，荒了好几年了。你要是包，村里给你最低价，签。地头上新包的荒地开始整了，拖拉机轰隆隆翻地，工人比之前多了1倍。王姐说新加的10家店下周开始供货，问咱产能跟不跟得上？跟得上，新地1个月后出菜。听说又包了300亩，加上之前的80亩，快400亩了。这得花多少钱？人家1个月就赚100多万，花得起。2位大哥，别冲动啊！我今天真的没带钱。王总，这个月又逾期了，老板说了，再给3天，3天不还，你这车我们先开走。3天，你们再给我3天，我一定还。你们放心，房价下个月就涨了。房价跌了你不知道吗？不看新闻吗？就你买的破房子，光这个月一平跌了2000多了。你说什么？房价跌了？不可能！房价涨了10年了，人家都说下个月还涨，怎么可能跌？自己看。玉景豪庭二手房挂牌价从18000跌到14000，省城房价下跌15%，全国多地房价持续回调。假的，肯定是假新闻。哼，假的？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兜里没几个钱还敢学人家炒房，房价涨了10几年了，街上随便拉个人都买不起。凭啥不能跌？你说凭啥？7天，再给你7天，到时候拿不出钱，你这车，你这个人都得给个交代。我现在欠了50多万高利贷，还欠着银行500多万住房贷款，完了，全完了。今天在村口，我看见王大富了。他那辆宝马车被催债的人喷了1车的漆，车门上喷着红色的"还钱"2个大字，老远就看见了。听说他借了高利贷还房贷，5套房子，1个月月供5万多，撑了大半年，实在撑不住了。撑不住的不止他一个，
我今天看新闻说全国房价都在跌，玉景豪庭那个盘跌到13000了，还在往下掉。陈默，今天金价涨到580了，咱存银行那8斤金子现在值230多万。当年玉景豪庭那套90平的房子，咱们现在全款能买2套。幸亏听了你的，你说，当年咱俩要是没买金子，跟王大富一样买了房，现在是不是也跟他一样？没有当年。你咋赌对的？我不是赌，我是算了3年数据，金价10年不涨，是因为美元强。我看的数据告诉我，美元要转弱了。房价涨了10几年了，是因为所有人都在抢，所有人都在抢的时候，就该撤了。那下一步你算好了没？算好了，农场现在已经扩到400亩，咱的菜直接卖到省城，卖到北上广，到时候就不只是供超市。2个月时间，地头筑起了大牌子，400亩菜地绿油油一片，冷链货车排着队等装货。牌子挂起来了，下一步什么打算？自己建冷库，建分拣线，以后不光供超市，还要做自己的品牌，直接卖到北上广。行，你建好了，我第一个签，跟你合作，我放心。你爷爷要是还在，看到这块牌子，得高兴坏了。咱陈家祖祖辈辈种地，到了你这辈儿，总算种出个名堂来了。陈默，陈默，你救救我！我求求你救救我！我没路了，实在没路了。陈默，我走投无路了，高利贷天天堵门，银行催收电话从早打到晚，5套房子全砸手里了，欠了快600万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陈默，我们当初要是听你的就好了，早知道房价跌成这样，打死也不买房，跟你买金子啊！是啊，现在房价一跌再跌，前2天还有13000，今天11000都不到了，我们可都是16000上的车呀，这下亏大发了，3代人的钱都亏进去了。默，婶儿当初也笑话过你，婶儿嘴碎，婶儿不对，可婶儿那套房子，首付全是借的，现在跌成这样，卖都卖不掉。陈默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！都安静，我给你们一个忠告，趁着现在还能卖，早点把房子出手，窟窿还能填上。再拖下去，想填都填。陈默，你说的轻巧，现在房价跌得这么厉害，所有人都慌了，谁还敢接盘？就是玉景豪庭那个位置，旁边就是化工厂，学校5年没动工，当初售楼处吹得天花乱坠，现在谁买谁傻。我那套挂出去2个月了，连个问的人都没有。中介说再降10万都不一定有人看，可我已经亏了30多万了呀。陈默，我知道这几年我看不上你，我对你不好，可咱俩是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呀，一个村里长大的。小时候我掉河里，还是你把我拉上来的。我知道，你买金子我笑话你，我他妈不是人。可我现在真没路了，你帮帮我，就当看在小时候的情分上，帮我一回，就一回。走了！王大富，你说陈默怎么对你的，你又是怎么对他的？你说呀！陈默高考考上大学，你没考上，你嫉妒他；他在城里上班，你在村里逢人就说他书呆子没出息；他买金子，你拿着大喇叭全村喊，连顺口溜笑话他；他包地，你开着宝马到地头往他脚底下扔钱。买房的时候你多得意啊！5套5本房产证举得老高，恨不得一脚踩死我们家。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你们是光屁股长大的？现在你房子跌了，债还不上了，跪着求陈默帮你，我们不帮。王大富，我有一样东西，100、50，我捡起来的时候说过，等有一天还给你。现在原封不动还给你。你问我借钱，我不是没有，但我不借，不是因为记仇。是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。当年我买金子，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赔了我认，赚了也是我该得的。你买5套房子，是你自己的决定，现在跌了，也得你自己扛。正好大家都在这儿，我问你们一句话：假如房价没跌，你们炒房都发财了，会帮我们一把吗？不会，你们恨不得踩死我们。所以我和陈默为什么要为你们的决定负责？好，陈默，算你狠，不借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陈默啊，
婶儿想问你这农场还招不招人？去工头那儿报名，面试通过就能来。哎，行，婶儿这就去报名。太感谢了，陈默，婶子打小就觉得你行，你最聪明。我也去，等等我。哎，房贷总得还，不干活哪有钱？早知道当初听陈默的，买黄金，不买那破房子了。默默，凌婉吃着呢。妈，你咋来了？这不是听说你们农场干得好吗？我跟你弟过来看看。姐夫，你这农场一个月能赚不少吧？我听说一个月100多万，还行。默默啊，妈今天来是有个事儿跟你商量。你弟弟林浩在镇上相中了个店面，想开个超市，地段好，人流量大，稳赚，就是差点本钱。你看能不能借我们个30-50万的应急？姐夫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干。以前那些都不算，这回是真想做事儿。30-50万说的这么轻松？妈，上回林浩他说开手机店借了5万，店呢？那不是位置没选好吗？我就自己花了。这回超市肯定行。你连个正经工作都没干过，开什么超市？这钱我不借。林婉，你弟好不容易想做点事儿，你还泼冷水。陈默还没说话呢。妈，30万我可以借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说，让林浩来我农场干1年半的工人，干最基础的活，干满了30万我借，干不满1分没有。1年半去你地里干活，我去你的！陈默，我告诉你，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妈亲自上门跟你借30万，那是看得起你。你让我去地里干1年半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家厂工啊！小浩，妈，你别拉我，我今天非把话说明白不可。陈默，你不就是种菜赚了点钱吗？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姐嫁给你那是你高攀，我们家没嫌弃你穷就不错了。你现在跟我摆谱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钱你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。林浩，你给我住嘴！陈默穷的时候你帮过他1分钱吗？他买金子的时候你跟着王大夫一起笑话他，你忘了？我们俩结婚那会儿，男的1分钱都拿不出，你逼着陈默给高价彩礼。现在他有钱了，你上门就要30-50万，你凭什么？林婉，你咋跟你弟弟说话呢？他是你亲弟弟，亲弟弟。妈，你自己说，这些年林浩从咱家拿了多少钱？开手机店拿5万，店呢？开奶茶店拿3万，店呢？钱全花光了，1分没还过。今天又开口30-50万，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行，你给我等着，看好了，我让你不借钱，我让你摆谱。我让你摆谱！大家听着，我辛辛苦苦把闺女养这么大，嫁给他们陈家，现在借点钱就推3阻4，那陈默还是……我说周翠花，你这人咋这样？滚开！我踩我闺女家的地，关你屁事儿！不借是吧？行，你们也别想好过，我让你们种，让你们卖。哎呀，这是干啥呢？妈，你住手！这些菜是工人们一苗一苗种出来的，你知不知道这一茬值多少钱？闭嘴！你个白眼狼！嫁出去才几天，胳膊肘就往外拐。你弟跟你借点钱你都不肯，你还是不是林家的人？妈，我最后叫你一声妈。你什么意思？从今天起，我跟林家没关系了。我林婉要跟你们断绝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断绝关系？你为了他要跟我断绝关系？是，从今天起，我跟林家没关系了。你再说一遍试试。我养你30年，你为了这个男人连妈都不要了？姐，你疯了！妈养你这么大，你说断绝就断绝？陈默，看你把我闺女教成什么样了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钱你必须借，不借我跟你们没完！对，不借，你们这农场也别想开了。我说周翠花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人家陈默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，你们娘俩又踩又踹的，还打人，这还是亲家吗？就是，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，凭啥让你们糟蹋？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？这是我闺女家的地。好了，都别说话了。喂，派出所，我这里有人毁坏农田，寻衅滋事，还动手打人，地址是……收到，马上出警。妈，他报警了，快走！快点狠！跑得真快！嘿，你早点对女婿好，他能不给你？现在闹成这样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现在的农场一派繁忙，冷链货车排成长队，工人们忙着装车，地里的菜一茬接一茬，大丰收。这个月净利润突破200万了。金价今天又涨了，破600了。咱存银行那8斤金子，现在值240多万了。林婉，我想去趟省城。省城干啥？考察。
我最近一直在看直播带货，发现好多农产品通过直播间卖到全国。咱们的菜品质好，如果能上直播，销路能翻好几倍。你又想折腾了？不是折腾，是机会。咱们的农场收入要想继续提升，光靠线下很难。现在直播是风口，助农直播更是政策扶持的方向。咱们农场有货源，如果能自己做直播公司，不光卖自己的菜，还能帮周边农民卖他们的东西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那行，你往哪儿走，我就往哪儿跟。去省城做直播？我考察过了，省城海城是全省人流中心，做直播有优势。我想先租个小场地，找几个主播试试水。那农场咋办？农场有林婉盯着，工头也靠得住。我两头跑。你认准了？认准了。行。当年你买金子，我信你；包地，我信你。这次我还信你。去吧，家里。陈总，我是来面试的，没干过直播，以前在工地搬过砖，在餐馆端过盘子，但我能吃苦，您让我干啥我干啥。为啥想来做直播？我老家也是农村的，家里种了好多苹果，年年卖不上价。我看您这个公司叫助农直播，我就想，要是能帮农民把东西卖出去，这事儿有意义。行，留下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莫网助农的第一个人。谢谢陈总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老家的苹果。这个苹果真的很甜，我小时候，陈总，咱们直播间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没事儿，继续播，我陪你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磊。陈总，咱们只卖了8块钱，播了10几个小时，卖了8块钱，这场地、人工、材料都在亏钱。没关系，8块钱也是钱。今天8块，明天可能是80，后天可能是800。只要你坚持播，我不放弃你。陈总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不走。我坚。带货已经1个月了，除了阿磊，我又招了3个主播和1个财务，但效果始终不理想。陈总，今天播了14个小时，卖了12块。陈总，我这边8块，有个观众问了几句，最后还是没下单。新招的小杨和小马的直播间更惨，他们俩对着镜头讲的口干舌燥，结果一整天镜头前一个人都没有。陈总，这个月的数据全出来了，5个主播，投流费、场地租金、人工工资、设备折旧，总共亏了31万。从咱们到海城到现在，整整1个月，1天都没盈利过。知道了。陈总，是不是我太笨了？人家直播间成天上万人看，我一天就10几个人，我嗓子都播哑了，可就是没人买。不是你笨，是咱们还没找到门道。你先回去吧，休息1天。1整个月的亏损，我尝试了各种办法，可效果始终不理想，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。喂。喂，婉婉。陈默，你声音咋了？听着不对劲儿，是不是那边不顺利？没有，一切都好。直播间慢慢上人了，阿磊他们也很努力。你别骗我，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啥时候撒谎我能听不出来？婉婉，这个月亏了30多万，直播间一天卖几块钱，我是不是不该来海城？这步棋是不是错了？你没走错，当年你买金子全村笑你，你没走错；包地全村又笑你，你也没走错，这次也不会错。钱赔了咱再挣，你记着，家里有我。农场这边生意好着呢，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我知道了。默默，我是爸，你妈让我跟你说，别老熬夜，钱慢慢挣，身体要紧。你妈这几天天天念叨你，怕你在外面吃不好，让她多吃点儿，别舍不得花钱。家里不用你操心，农场有我跟你妈帮着盯，你在那边好好干，实在不行就回来，咱家不缺那点钱。爸，我知道了，你跟妈也注意身体。有这么好的家人，我只管努力就对了。我相信办法它就在那里，只是我还没找到。选品逻辑
流量分发机制，黄金前3秒，信任背书。这半个月来，我学习了大量直播课程。陈总，今天卖了600多块，比昨天又多了40块。你让我们按你新学的那个方法讲产地故事，还真有人听，弹幕都多了。这样的数据扣除成本，还是远远不够回本。陈总，这半个月的数据出来了，5个主播投流费、租金、工资，半个月又亏了19万，加上上个月总共亏了50多万了。知道了，我出去走走。出来走走，心情好多了。大爷！大爷！坚持住！你是家属？不是，路过看见的，急性心梗，幸亏心肺复苏做得及时，再晚几分钟就危险了。已经稳定了，马上转病房。小伙子，谢谢你。大爷您别说话，好好休息。爸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多亏了这个小伙子，要不是他跳下去把我捞上来，还给我做心肺复苏，你就见不到你爹了。兄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爸。我叫周明远，多少钱？你说个数，我绝不还价。哦，对了，谢谢你。不用，你太客气了。老爷子当时的情况，换谁看见了都会救的。兄弟，那这个你一定收下，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打这个电话。远航 M3，海城最大的那个直播机构，你知道？周总，答谢就不必了。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，你说。只要我知道的，周总，我从村里来海城做助农直播1个多月了，5个主播，每天播10几个小时，最多一天卖60多块，投流费、房租、工资，亏了50多万。我们的菜是有机的，品质没问题，价格也比超市便宜，可就是没人看，看了也不买。我想不通，陈兄弟，我问你，你在直播间里卖的是菜还是信任？城里人买有机菜。怕什么？怕假的。你说不打农药，凭啥信你？你说有机认证，证书可以造假。你说从田间到餐颠，谁看见了？助农直播不是卖便宜，是卖信任，让他们觉得认识你，信你这个人。信你了，你卖什么他们都买；不信你，你白送人家都嫌占地方。你要让看直播的人看见你的地从哪来，菜怎么种，谁在种。信任不是卖菜。是卖信任。周总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兄弟，你救我爸一命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随时打电话。陈总，你衣服咋湿了？阿磊，叫上所有人开会。从今天起，咱们不卖菜了，卖信任。每一场直播，镜头要对准地里，菜怎么长的，谁在种，什么时候摘的，全拍给人家看。不打农药不是用嘴说的，是让他们亲眼看见的。家人们看，这是今天早上5点在地里摘的，不打农药，我直接生吃。在线人数从8降到15。又跳到100、200，可直播间数字还在跳，300、400、500，500个家人了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播了1个多月第一次见到500人。订单提示声响个不停，而我的心终于也安定。连婉，你家陈默上新闻了，说他在海城搞直播，一天卖了快1000万。听说他那个直播间在线人数好几万，全国人都看，这下真发财了。没有事儿，都是辛苦钱。陈默在海城天天熬夜，阿磊他们嗓子都播哑了，赚的都是血汗钱，没那么夸张。那也比种地强啊，一天几百万，咱种一辈子地也挣不了那么多。
婶儿，陈默说了，直播和种地一样，都是靠汗水换来的。没有大家在地里一苗一苗的种，他在直播间也没东西卖。这个月大家辛苦了，我跟陈默商量了，这个月每人多发2000块工资。谢谢老板娘，跟着陈总干，去！你们看，那是谁？那好像是大富啊！真是王大富，他咋成这样了？我听我外甥说，大富那辆宝马被银行拖走拍卖了，5套房子全被法院收了，可拍卖完的钱还不够还银行贷款的，还倒欠银行200-300万呢。房子都没了，还倒加钱？可不是嘛，这还不算，他借的高利贷利滚利，现在欠了好几百万了，追债的天天堵他。想炒房，结果被房子给炒了。你们看现在的金价都800多一克了，当初陈默300块一克买的，大富要是也跟着买金子，那10斤金子现在值400多万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可人家陈默买金子的时候，大富笑得最大声，还编顺口溜说人家黄金大王喝西北风。别说了，都别说了，你们还不知道，大富前几天跑到县城天桥要跳楼，一条腿都跨出去了，要不是民警来得快，人就没了。可不敢再刺激他了。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从那天起，办公室里一片忙碌，签约主播的照片贴满了整面墙。这直播总归是做起来了。陈总，上个月的数据出来了，咱们旗下现在80多个主播，单月总成交额破了1.2亿，净利润1300万。知道了。阿磊那边怎么样？阿磊现在一场直播稳定在5000万左右，他带出来的几个新主播也都起来了。当年我第一次见到阿磊，就知道他的能力很强，早晚会做起来的。也是您的眼光好。陈总，你就别夸我了。当初一天卖8块钱的时候，是你跟我说8块钱也是钱，这句话我记一辈子。陈先生，这套220平的大平层，4室2厅，南北通透，阳台正对江景。现在房价已经降了很多了，您现在买正划算呢。全款的话，单价还能再优惠。陈默，这也太大了。大。爸一间，妈一间，咱俩一间，将来孩子一间，刚好。老头子，你说这么高的楼住顶上会不会头晕？你懂啥？人家城里人都住高层，视野好。这地砖比我脸都干净，我穿鞋踩上去，别给踩脏了。嚯，这么高，了不得！爸妈，以后这就是咱家了。多亏了默默，咱们在城里有家了。陈默，你还记得当年售楼处那巴掌吗？我打了你巴掌，说要离婚。记得。要是那时候我真离了，现在是不是也在村里跟张婶他们一样，看着电视里的你，只有羡慕和无尽的不甘心？现在想想，真是后怕。没有要事，你没走。那8斤金子还放在银行？放着，那是咱家的退路，也是起点，什么时候都不能动。孩子名字想好了吗？陈金安，金子的金，平安的安。没想到我一个从泥腿子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人，也能见到传说中的投行代表，公司也有上市的希望。陈总，财务审计全部通过了。墨晚集团旗下有机农场、助农直播2大板块，去年总营收15.3亿，净利润4.1亿，符合上市条件。按当前估值模型，上市后市值预计在120亿左右。不急，把每一个环节都走扎实。明白。发行价我们下周给出最终方案。陈总，从8块钱到120亿，我想都不敢想。8块钱不是起点，起点是你信我，我信你，这就够了。
陈总，您这8斤金子从300块1克存到现在，如今金价1000多了，市值400多万，继续存着。这是压舱石，船越大，压舱石越不能动。3个月后的港交所，我带着妻子和孩子站在了这里，彩带从天花板飘落，金色的纸屑纷纷扬扬。墨丸终于上市。波哥，好样的！啊！陈总，从10斤黄金到100亿市值，您有什么想说的？10斤黄金是起点，但不是终点。真正的黄金是脚下的土地，是身边的人，是每一个愿意相信你的人。真正的黄金是脚下的土地，是身边的人，是每一个愿意相信你的人。天爷呀，120亿，那是多少钱呀？我数都数不过来。当年陈默买金子的时候，咱们都笑他；他包地的时候，咱们又笑他。现在人家身家120亿了，咱们呢？房子跌了，贷款还不上，天天被银行催。当年一个不起眼的决定，人生就天差地别了。咱们抢房子，房子跌了；人家买金子，金子涨了；人家包地，地挣钱了；人家做直播，公司上市了。咱们从头到尾都在笑话人家，人家从头到尾都没理过咱们。短短5年，陈默他已经成为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的存在，今后我也只能仰望他。你看你闺女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跟你一模一样。儿子像你，嘴型像，脾气也像，急得很。当年在村里，你求我们给你1年时间，我跟你爸一夜没睡，想着你要是赔了，咱家可咋办？谁能想到，这才几年，咱们居然真的做这么大了。别哭了，这么大年纪了，丢不丢人？孩子们都在呢。你还记得当年在售楼处，王大夫拿着5本房产证笑话你吗？他说你那10斤金子是铁疙瘩。记得。现在他那5本房产证全被银行收走了，可咱们的金子还好好存在银行里。金子会涨，是因为我等得起；地会赚钱，是因为我种得对；直播能做起来，是因为员工相信我，也是因为我找对了方法。从头到尾，我做的事儿只有一件，算清楚了，就扛到底。你就不怕算错？怕，但怕也得扛，因为你们都在我身后。陈默，这辈子嫁给你，我没人走。当年那块墨丸有机农场的牌子，已经换成了更大的一块，旁边还多了一行小字：墨丸集团旗下。千亩良田一望无际，大棚整齐排列，冷电货车穿梭不息，这就是我5年间做下的新的成绩。陈总，集团上半年的报表出来了，营收破50亿了。阿磊，你还记得咱们1天卖8块钱那天吗？记得，一辈子忘不了。那天我播了10几个小时，卖了8块钱，蹲在墙角哭。你跟我说，8块钱也是钱，明天可能是80，后天可能是800，现在1天多少？好的时候8000多万。所有人都在抢的时候，你要敢想；所有人都走的时候，你要敢留；所有人都笑的时候，你要敢扛。时间会给答案。